大家好，我是 Barry。书接上回，咱们这期继续复刻林克的技能倒转乾坤。打开我们的 Master Item，看一下这个 Recall 怎么做的。Get Player Character，然后 Cast to BP 林克，就刚刚咱们这个角色的蓝图。让它这个黑白的效果生效 ，get post process， 然后把它的 blend weight 设置成1，然后因为这个咱们是模拟物理的，但是在回溯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就是它会碰到一些东西或者玩意儿站在上面。如果启用模拟物理的话，这种就达不到咱们想要的效果。所以先把它的这个勾掉。然后我这边是用了 timeline 去控制这个回溯的速度，所以咱们这儿用了一个的这个 play rate 来控制它的这个播放速度，也就是每一步步进的这个速度。获取 transform 的 last index， 如果它大于等于0，也就是说这个数组不是空的，咱们执行这个 timeline play from start。timeline 的话就很简单，0到1的这个0011，整个长度是1。这个 update 的话就是将这个 static mesh 的 word transform 进行一个复制，将它当前的这个世界的这个 transform 信息跟这个数组里边的第一个进行一个 lerp， 用的是这个阿尔法作为它的阿尔法。每完成一次，就把这个对应的这一段路径的这个 spline mesh 给它隐藏掉。当这个完成之后，把这个第一个的 transform 信息给它 remove， 然后把这个 spline mesh 第一个给它 remove。直到这个条件不满足的话，也就是这个数组取空了。取空了之后，咱们再给它清空一下，然后把这个 overlay material 滞空，然后重新启用这个物理，把这个存储器再激活，然后把这个后处理的黑白效果给它移除。Stop recall 这边连一个 sequence， 把这个 timeline 给它停止了，和另一边把这些路径的 mesh 给它隐藏掉，然后再执行刚才这一步条件的这个
然后咱们回到角色蓝图，我使用 Q 键作为这个回溯的这个触发，按下 Q 键的时候 ，sequence 连到这个 close 上面，就是把这个涉线检测的这个过程先终止掉。创建了一个 free move 的一个 function， 因为之后咱们这个取消过程也要用到这一步。这个 function 的作用就是将一些咱们刚才为了回溯过程而特意设置的一些变量也好、参数也好，恢复到它一个默认的状态。Set global time dilation 设置成1，然后这个当前的光标设置成默认，然后这个 input mode 是 game only。我再将这个键鼠操作用于 UI， 然后把这个光标隐藏掉。重新激活 Camera Boom， 不再锁死视角，让这个鼠标可以自由的操纵这个视角的转动。执行完这个 function 之后，检测是否可以回溯。如果可以的话，调用这个 hit actor 的这个 recall， 并且把这个勾掉。如果不可以的话，咱们把这个滞空，然后 hit actor 滞空。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回溯或者是在这个检测过程当中取消。我这儿用的是 E 键。同样的，先把这个检测的先关掉，然后调用 free move， 然后 hit actor 的 stop recall， 然后看 recall 设置成为 false， 这样就可以了。这边还漏了一个 active store， 就是激活这个存储器。我这边设置的是这个 event begin play， 就是说当 begin play 的时候，它就开始去记录这个 transform 这个信息。在原版游戏里涉及到一些优化和性能问题，所以说它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条件才去激活这个 store。这个你可以用一系列的判断去重新激活这个。这边为了演示简单，就用这个 event begin play 了。好了，这期的主要内容就到这里。这个系列的初衷呢，就是分享一些设计的思路，至于一些算法跟性能优化的问题，不做讨论，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我会不定期更新一些重置类的教程，也会分享一些我自己做的小工具，以及我的独立游戏开发日志。感谢关注，别忘了点赞分享，一键3连。